驱逐舰在一战及二战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让世界看到了它的可怕之处。我国北海舰队拥有一艘117 052D 型西宁号，是主力驱逐舰，而日本同样也有一艘117舰舷号。中日顶尖驱逐舰对决，究竟谁更强呢？梁月号这一名字其实早在二战时期就已出现，于1942年下水正式服役，前后也参与了多次太平洋战役。作为日本海军的中坚力量，梁月号表现出了极强的防空能力，但致命的缺点就是侦察以及反潜能力较低。在马里亚纳海战之中，它的缺点暴露无遗，导致天风航母被潜艇击沉，足以看出它与美军的驱逐舰对比是很落后的。海战之中拼的就是技术水平，所以日本战败是必然的。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家，按道理来说是不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，只能组建自卫队。但多年以来，他们依旧在偷偷地壮大军事力量，尤其是海水军事武器。秋月级驱逐舰是日本最新建造多功能护卫舰，他们对外宣传其为护卫舰，实际上实力达到了驱逐舰标准。其中 DD117 梁月号是其中的一艘，沿用了二战时期梁月之名，由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建造。2019年，日本派遣 DD117 参加我国海军70周年巡视仪式，让我们看到其全貌。这是一艘导弹型的驱逐舰，主要靠 COG、AG 两个轴推动前进，配备4台涡轮机，运行速度达56公里每小时，配备了先进技术指挥系统。舰上能够搭载直升飞机，也吸取了之前的教训，增加了反潜能力，装配声纳以及数字化系统，总体的性能与美国的朱姆沃尔特驱逐舰相差无几。我国自主研发的 052D 驱逐舰，目前外界普遍认为对标的是日本 DD117 驱逐舰。052D 延续了052C 的形状，整体的形状看上去前尖后钝，主要为流线型，满载后排水量可达7000吨，整体构造上层内倾角度大，雷达反射面积小，能够让它更好的隐身。最前端配备声纳，能够进行水下探索，能够轻易的发现潜伏在水下的潜艇。船舰最前方架设130毫米炮台，跟前32单元垂发，紧随其后的是730近防炮。后方配备多功能火箭发射机、后32单元垂发以及近防导弹，搭载卡27舰载直升机。最大的改进布控 346A 数字化雷达，就像是安装了一双眼睛，能够有效的探测、识别、跟踪。其中包含空中警戒雷达、空海搜索雷达，天线更趋向正方形，面积大1圈。雷达的制冷系统大大增加，即便在恶劣的海况之下，依旧能够保持舰船的正常作业。作战指挥用的也是最新系统，包含三军通用联合作战数据系统，编队作战指挥能力，能够有效合作作战。052C 只能够发射圆形垂直发射系统，而 052D 改造之后成为了新型的矩形垂直发射，由发射、储运、配电3大部块组成。每一个方形垂直模块由发火控单元组成，共计8个隔舱，能够同时控制4枚不同雷声导弹。整个舰一共布置64个发射模块。发射系统的特点为冷热工架，既能够独立自排导储运发射筒，还可以冷发射，满足中远海行动。射程可达180千米，改进后最大射程达600千米，比美国的战斧导弹更强。从火力配置上来看，052D 更加侧重于防空，同时兼顾反潜、反舰以及对陆攻击，由9臂舰空导弹、近程导弹、730近防炮组成反导拦截网，利用雷达布控、预警来撑起保护伞。发射的普通炮最大射程30千米，制导炮弹超过100千米，单管130毫米可发射70倍镜，全炮重量40吨，30发每分钟的榴弹、爆破弹、滑翔制导炮弹等。我国自主研发设计的 052D 驱逐舰与日本的 DD117 驱逐舰舷号同为117，两者难免会被放在一起讨论。从性能上比较，日本的驱逐舰在二战之中吃了亏，后期的改进着重发展反舰反潜为主，这一方面的实力强大，比 052D 更强大。但我国的驱逐舰主要侧重于多方面发展，且具有较强的自动化作战系统，更注重整体作战具备陆海空多方面能力相对较强。而日本梁月更注重反潜，不具备远洋作战能力，攻击性武器对比我国的 052D 弱得很多。我国的驱逐舰不仅射程远，还能发射不同的导弹，各方面对比来看，梁月号跟我国 052D 都各有千秋，难分高下。除了两国的117号驱逐舰之外，2008年时日本的高波级113号跟我国的 052B 也曾进行过对比。两个驱逐舰从武力的配备看，各方面打击能力都很凶猛。
我国采用射程180公里鹰击83反舰导弹，日本采用150公里 90B 反舰导弹，似乎实力相当。不过有军事杂志评判称，两者都没有实战经验，对比起来是比较困难的。不过日本电子技术水准更高，且保密程度高于我国，反潜以及防空火力上，我国6秒一发，能够2个发射器同时发射达到3秒一发，是较为先进的，且采用弧形弹道，能够有效拦截3到5米的反舰导弹，杀伤概率43%到86%。整体对比，我国的舰载雷达以及电子系统稍逊日本之外，其他的综合实力都相差无几。但日本的良月号既然雷达系统那么好，不知道是不是操作系统有什么问题？那要不然怎么会不听使唤，乱跑到不该来的地方呢？后期我国自主研发改进的 052D 意识到自己的缺点之后，也加快了电子系统的更新。如今的 052D 已具备出色的电子系统以及雷达，有了很大的进步，且在一些方面明显超过了日本。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